喝多了真的很容易干出很阴间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全家喝多了，凌晨一家人整整齐齐去上坟。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哥姐姐过年聚餐，我们7个人吃宵夜吃到12点钟。我姐把酒杯一放说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想爷爷奶奶。”我哥说：“出发。”我问去哪，我姐说上坟。凌晨12点去上坟，那不就是去见鬼吗？我姐又说上次梦见爷爷了，爷爷跟她说一个人在下面好孤单。我说一个人，我奶回来啦。他们喝了酒，就让我开车，我不会开车。我哥说他不怕，那不如他酒驾。我哥说好办法，这样更快，可以直接去见爷爷奶奶。看节目了吗？今天先不骂人了哈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但是有一条评论我又记下来了，说 Plus 一看就是那种烟酒都来的人，澄清一下，烟来酒不来。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，奉劝各位也少喝酒。喝多了真的很容易干出很阴间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全家喝多了，凌晨一家人整整齐齐去上坟。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哥姐姐过年聚餐，我们7个人吃宵夜吃到12点钟。我姐把酒杯一放说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想爷爷奶奶。”我哥说出发。我问去哪，我姐说上坟。凌晨12点去上坟，那不就是去见鬼吗？我姐又说上次梦见爷爷了，爷爷跟她说一个人在下面好孤单。我说一个人，我奶回来啦。他们喝了酒，就让我开车，我不会开车。我哥说他不怕，那不如他酒驾。我哥说好办法，这样更快，可以直接去见爷爷奶奶。我姐突然又害怕了，我说害怕就别去。她转身回家把他们家狗牵过来了，一只这么大的泰迪，说给我们7个人壮胆。狗得多害怕啊！凌晨7个广西人带我去上坟。最后我们7个人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，目的地是墓地。一路上我心惊胆战，十分害怕：一怕电动车没电；2怕电动车有电，但是突然没电。凌晨3点到的墓地，刚到，狗开始狂叫，我姐就让狗别叫。狗一听到别叫，狗叫得更凶，我姐一把捂住狗嘴说：“应该是爷爷奶奶来接我们了。”凌晨3点的墓地是关门的，全中国都一样。按道理，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。我姐指着关着的电闸门说：“来了都来了，给我翻！”我哥哥姐姐他们年纪不小了，他们翻的时候，我都听见他们腰间盘突出摩擦的声音。为了保护我姐，我抢先翻过去接我姐，我姐一个没站稳，啪就给了我一拳。我痛得在那里哎呀哎呀的叫，我一叫我姐就让我别叫。狗一听到别叫，狗又开始叫，我姐狗一顿乱叫。守灵人醒了，我姐下达新的指令，开始跑步。我们全家7个人和守灵人在公墓湾捉迷藏，喝多了跑不动，主动和守灵人会合。他先是确认我们是人是鬼，再问我们来干嘛。我说来给爷爷奶奶上坟。他说没有人晚上来上坟的。我姐说因为真的很想爷爷奶奶 ，you know。守灵人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姐说思念是一种病。场面一片混乱，僵持不下。这时候我有一个姐姐，手里拿着一个红包，拨开人群走到前面和守灵人说：“
你拿着。守林人说我不要，他说你拿着我不要，你拿着我不要。我姐啪就把红包塞到守林人身上，转身就是一句公职人员不允许收红包。好一招逆转裁判。更精彩的来了，红包是空的，那是一个过年要送出去的红包。我悄悄问我姐知不知道，她说她想赌一把。我们确实也想给守林人一些辛苦费，他人很好，我们让他拿着，他说不能要，有摄像头。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，我们上坟然后回家，但是喝多了找不到爷爷奶奶墓在哪里。我又很少回家，我们7个人和葫芦娃一样的，就在那个墓地喊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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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。哎，都不是7个葫芦娃找爷爷，是7个陶喆找爷爷。哦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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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到一行说就是这一行都不是，就是这一行都不是，还自己吓自己。我哥说，我们7个人是多一个人比较害怕，还是少一个人比较害怕？说完真的害怕了，不敢往前走，让泰迪开的路。我们的策略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上完坟出去的时候说不要再给守林人添麻烦了，又翻那个店长门出去，翻到一半，守林人醒了，帮我们把门打开。凌晨5点的店长门发着啊啊啊啊的怪声。这个时候我真的害怕了，因为真的少了一个人。我转身一看，我哥还骑在店闸门上面，发着啊啊啊的怪声。真的很感谢那个守林人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我爷爷奶奶了。我跪在墓碑前和爷爷奶奶说，我很想他们，以后会常回广西看他们。如果他们听得见的话，也希望他们保佑。我们回去的路上，电瓶有电。电动车有电瓶。思念是有魔法的，车确实有电，只是我们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被交警抓了。喝酒不能骑电动车，思念也不是酒驾的理由。所以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见吧，不要等到凌晨，也不要等到醉酒，因为你会先遇到交警。最后祝大家能见想见的人，上想上的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普拉斯，中国 Sketch 教母。今天是黑灯 Plus 版。眼睛选对手之前还是好的。现在我和黑灯2个人凑不出一双慧眼。质疑黑灯，理解黑灯，成为黑灯。其实昨晚突发恶疾，角膜炎破损，然后发炎，现在睁不开眼。而且我本来的开场应该是大家看我这个样子，其实我身体很差。现在不用了，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身体很差了。前几年生了一场大病，急性胰腺炎，差一点进 ICU。当时在北京出差，下不了床。我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周姐，让她来救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就是需要一个靠谱的朋友。周姐穿着拖鞋就出现了，她看见我整个人蜷成一团，烧到红温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的天，好大一只基围虾！”打车到了医院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：如果一个女生生大病，医生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：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？因为这涉及到治疗方案。医生问我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，周姐说她没有。绝对没有。我说周姐，你让我回想一下。周姐说普拉斯，你那叫回味。根本不了解这个病。医生跟我说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，胰腺是管胰岛素的。我还和他抖机灵，我说我知道，做人留胰腺，日后好相见。周姐帮我缴费回来，我跟周姐说，周姐我得了急性胰腺炎。周姐说：“我的天，厉害！”我问他这么冷门的病你也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啊，我姥爷就得这个病走的。”
住院昏迷之前，我拜托周姐最后一件事情，帮我找一个护工，毕竟也不敢真的让她照顾我。她帮我找了整个医院的最后一个护工。当一个人成为最后一名的时候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个护工太瘦小了，他扶我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体温计也甩不明白，进我嘎吱窝之前就是39度啦。而且那个护工有一个别的护工都没有的特质，浪漫 ，romantic。当时我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乌溜溜的黑眼珠盯着我，跟我打招呼说：“你好啊，我叫王翠云，王是3横榆树王，翠云是天边翠翠的一片云。”我第一次见这种自我介绍方式，我说我叫普拉斯，普是2点一个亚，下面一个日，拉斯吐司拉拉的一小丝。王翠云每天晚上9点就要关我们病房的灯，我们病房10点才结束查房。读书的时候都没关过的那么早，而且我们病房那段时间得了健康文明示范病房。怎么会有一个病房得健康文明示范病房？就像不会有一个精神病院得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病院是一个道理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关灯，王翠云说他不喜欢黑夜，因为离别总是在黑夜。他的浪漫注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我朋友来看我给我送的花，他会拆开一朵一朵的洗干净，插在我的床头和床尾。我就这么躺在那里，盖着白白的床单。王翠云说：“这样有没有睡得安心一点啊？”确实有安心一点了哦。他还好热心，不照顾我，但是照顾我们病房里面的另外3个人。说：“哎，你的点滴打完喽。哎，你要不要喝热水？哎，你该吃药了。”他管完你的，管你的，管完你的，管你的。他像我们病房的主理人。我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都问我，他说：“普拉斯，你是不是和他们 A 了一个护工啊？”王翠云每天下午6点要和我隔壁床的大姐出去散步看夕阳，说送太阳回家。她眼里没我，我现在眼里也没她了哈。整天想着往外面跑，我感觉我找的不是一个护工，而是一个老公。那段时间不仅仅得了急性胰腺炎，还得了焦虑性依恋。我看见王翠云，我就想问她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呀？你可不可以只和我说话？你可不可以爱我？恢复得很慢。我说病房好拥挤，他说没有啊，4个病人1个护工。我说有大象，他说在哪？我看不见。我说你当然看不见了，你是我们这段关系的主导者。有一天早上5点钟，他把我叫醒，说和我一起去死吧。我说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？后来我才听清楚，他说和我去做核磁吧。人在关系里面就是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。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6点半的核磁他5点就把我叫醒了。我坐上轮椅的时候，我知道了他推不动我。我们从病房到负1层的核磁室坐电梯就花了30分钟，最后的1个小时停在核磁室前那个长坡下一动不动。我没有说话，他在喘气。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俩的关系降入了冰点，所以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但是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我的都不特别。我说这个轮椅有这么难推吗？他说你先下来。我从轮椅上下来，他唰就把轮椅推上去了，然后又下来扶我。他扶我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拥有了可以进入婚姻的勇气。办完出院手续的时候是下午6点多，我走出去看见王翠云坐在那里看夕阳。我喊她，我说王翠云，她指着太阳说：“你看那颗夕阳像不像一颗乒乓球啊？”我不懂她的浪漫，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看夕阳。她说：“因为我们的医院在朝阳区。”
所以我在看夕阳的时候，也在看朝阳。哦什么？哎，哦什么？这对我的病情有任何帮助吗？但是也许对于王翠云有，她是一个每天面对生死的护工，也许浪漫是她的圣经。最后我没有投诉王翠云，因为我普拉斯做人留一线。我这几年看到太阳的时候，我会恍惚，分不清楚那是夕阳还是朝阳。就像我人生中很多瞬间，我分不清楚我在活着还是在死去。住院的8天让我想到了很多。其实感谢王翠云，如果没有她，我5天就能出院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普拉斯，谢谢。2楼的朋友你们好。有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普拉斯，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，无他。不抄袭而已。回来说脱口秀了，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。3年没说了，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，无外乎就那些：3年原生家庭，2年女性主义，1年中专学历。不出意外，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。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。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、讽刺、撕开自我、抨击现象。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？哎，这我也可以，我可以的。现在有没有单身的朋友？有，那边吗？有。OK， 好，你这个女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？啊，一起来的，还有吗？还有单身的朋友吗？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，我第一排就养闲人。互动可以，相亲没问题，但是脱口秀在哪里？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，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ego，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。真的嫉妒狗哥，他太火，赚太多了，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，别的演员不说，不是因为他们聪明。他们超装的，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，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。演员太难请了，得捧着他们；演凉了，他们从来没怪自己，怪观众，说观众不懂。谁说观众不懂？你就卖20张票，我看观众太懂了。怪完观众怪城市，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，怎么到成都就凉了？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。我说对，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。他还接着问，他问真的吗？我说当然是真的。刚刚演出结束，几个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。3年没在台上演，但一直在台下演，陪演员聊创作，说我这个段子梗少。但是高级，不幽默，但是煽情。普拉斯，你懂喜剧，所以你懂我，你说说看。我说超级厉害。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，他说，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，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？我说 no， 嘘。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？你只是在致敬。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，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，谁喝美式，谁喝拿铁，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。
有毛病啊！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？是不是你啊，门枪？不是他，他人很好。我记得那么多人，我唯独忘记了季季。说起来我就来气，就是因为现在有2个脱口秀节目，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，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。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。大家听我的风格，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。还好有法律，只被网暴过。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、特别开朗，不是斤斤计较的人。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，根本没放心上，全放黑名单里面。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？骂我死全家，一点伤害没有，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，我们全家必死。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。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，那就成抄袭了。还有造我黄谣的，我全都看了，我看着看着，看进去了，真的很好看，有细节，有氛围，高潮迭起，跌宕起伏，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。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，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记忆犹新。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，他说：“普拉提。”你的血是黑色的，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。首先，我叫普拉斯；其次，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。我的永远是 A 型。今年决定回到舞台，我就想做自己了。这几年我是主理人，是编剧，是爱奇艺 SVIP，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。我觉得是时候了，所有人向后转，我要站到前面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。大家好，我是房主任。去年第1轮我讲完，现场哭成一片，就那场面哈，我只在我们村葬礼上见过。我说我只是讲我怎么一路走来的，不是讲我怎么一路走好的。观众边哭边说：“没想到你以前过得那么不好。”后来我就只讲我走红毯、拍杂志，现场哭的声更大了。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。大家还说我是出走的决心。节目录制完第2天啊，给我安排的全国巡演第1站就赶回临沂老家了。我说不是出走的决心吗？怎么干成回家的诱惑了呢？我回去后啊，大家都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个亿，整得我自己都信了。现在村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修高铁呢。说剧里他们挣1个亿，就差1张直达上海的高铁票了。他们还听说我去爱奇艺扫楼，说海里是大城市啊，干保洁都这么挣钱。我也是火了以后才知道，我们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呢。今年过年回村，我上桌了。主位。连鱼头都冲着我了。大家都热情的过来跟我唠嗑。侄子要结婚，表叔家要盖猪圈，我跟他们唠了半天嗑，我现在倒欠他们100多万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能火呀，我也是回村之后我才知道，我现在是我们村里的顶流，房家村杨幂。谁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蹭流量，起的标题是说看看这是谁，非常的有效果啊，2个赞1个路人评论。那评论说这谁呀？你说你一个小卖部卖化肥卖农药的，我能给你引来什么流啊？
脱口秀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年轻人，他们压力多大呀？我再把农药推给他们。帮他们彻底躺平。只有我发小不蹭我流量，只找我办事儿。我有个发小被村霸又漏洞合同骗了，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，说我看到你给黄晓明拍视频了，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？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，打什么官司呀？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，直接灭他九族。我发小说你帮帮我，我肯定会报答你的。你的大女儿今年30了，不是没人要吗？让我的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。我说我怎么就写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？比我搞笑哈。我有个闺蜜，现在她无家可归。咱不是有句老话吗？老够死，害怕老够死。我说我帮你租个房子过渡一下吧，我就给她找了个租金6000的房子，年租啊。她老公嫌房子太差了，就自己找了个1万的。我说行，我出6000，你出4000。她老公说行，就租6000的。我现在是不养自己的老公了，我开始养别人的老公了。我就给我别的闺蜜说，我说我要写成段子，我要骂他。我的闺蜜说你可别呀，咱都50年的感情了。我说我不写段子，我拿什么给他交房租？我看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啊，给你们一条人生的忠告，就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闺蜜吹那种牛，等我有钱了。我闺蜜等着了。前段时间我闺蜜给我打电话说，啊，你以前不是说过说等你有钱了啊，包个山头给我们一起养老吗？山头帮你联系好了，对方是你的熟人。我过去一看，确实是我的熟人，上学时候的暗恋对象。别熬了，他都50了。刚开始聊的还挺开心的，就是聊着聊着哈，他对我越贴越近，还要动手。我说你等等啊，我只是想包山，我不包别的啊。就那天吧，他越喝越上头，我是越听越下头啊。就是现场的鸡妹们，千万不要能有年龄焦虑啊！看看我，20岁的时候没追上的男人，我今年50了，我喜欢的依然还是20岁的。那天分开以后啊，他回去以后还不断的给我发信息，一边问我你还包不包山了，一边问我借钱。我说你放心，对于你我包山的。去年我火了以后，我以为会给我的过去彻底翻篇了，没想到是我的过去它翻番了。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挑战大宅呢？肯定不是因为金牌啊。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行业一样，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挺到下一个夏天啊。其实我现在我只能自己给自己说，我说房少丽，你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只要你坐上高铁，你老家的老铁们他们就追不上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。谢谢啊，很开心可以来到喜丹3啊。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，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，像是犯法的，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。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，在后背纹了个天平。我现在都不敢翘2郎腿，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，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。
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，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。其实大家不难看出，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。我爸是个警察，我妈是个法官。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？群众。我小时候闯祸，他俩直接走程序，我爸抓我妈判。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。直到上了大学之后，学了诉讼法之后，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，程序不对。你知道，就按来说，他俩作为夫妻啊，在同一个案件中，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。小时候放假的时候，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。写完作业之后，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。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？你们真应该看一下，那不小品吗？看你这哪有意思？你知道吗？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，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。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。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，被告说有教育意义。那个法官都懵了，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？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？被告说啊，那不认可。法官问哪里不认可？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。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。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。嘿，谢谢。哎，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，然后后来又考研，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。感谢。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，就是想说，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，有几件事必须要做。我也一样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，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，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，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。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。其实我律师当时这样，我自己都挺失望的，因为很小时候的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，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《何以笙箫默》。我解释一下，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啊，黄晓明那个。你知道吗？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。何以琛太帅了，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1分，但是忍不住老想看。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，说我是啊，那朋友，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。他是本科生，我是研究生啊。然后我当律师，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。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，朋友我都不爱回答，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？那都是伪法律问题。小偷偷小偷算偷吗？绑匪绑绑匪算绑吗？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。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。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，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，特别以我为荣。得是我兄弟是个律师，有兄弟是个律师，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，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、使用法律，但是在我兄弟眼里，我就是法律。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，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，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，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。他刚走出来1步，然后突然回头说：“哎，律师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，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？”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很震惊，他都自带好几年了。
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戴，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嘛。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，结果我兄弟听完说：“这可是你说的啊。”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一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。KTV 领班也懵了，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。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，他说：“哥，这里面是酒吗？”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，他就看向我，他看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那摇头，意思是你别看我。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，回头就跟那领班说：“哈，这里面不是酒。”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，勇闯天涯。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？根号81呀，开开才是酒。领班说：“对不起，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。”我兄弟看着我，他说可以。他是个律师。怎么？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，就是他是个律师，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？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？哈，因为我是个律师，所以我自带酒水。嘿，虽然我是个律师，但是我自带酒水。与其说我是个律师，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。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：“我说你们先进去，别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。”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。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，问我：“你是咋搞定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晓之以理，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。”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，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，嬉皮笑脸的问我说：“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？”就讲这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浩浩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月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哎，瘦了点没？瘦了点没？哎，真的是瘦了一点，瘦了一点啊。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。割了半个甲状腺，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-30斤的样子了啊。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-30斤的意思啊。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，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。但是这个事情啊，它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营销号，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，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。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，我就问医生，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？他说在你脖子里面。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？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。我真的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。我想检查出来呢，是因为我想减肥。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得还可以哈，有点混进娱乐圈了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个小明星嘛，现在哎呀，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。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，我可以小打一下。那我一去检查，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，你甲状腺有问题。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，我说。什么问题不问题的，不要跟我这个那个的哈，我诚心要打的。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？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，你这个是甲状腺癌。我说癌。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你不要紧张，这就是一个情绪病，好多人都要得的。你做个手术，一刀割了就没了，你回去排队嘛，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。我说大半年，
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？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，应该是死不了哈。你要是死了的话，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。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，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划到。做手术当天，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，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，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。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，他就很想安抚我，他就开始围着我看。他说：“哎，王悦的嘛。”哎呀，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吗？妈呀，你好好笑啊！我看了你好多 cut， 你放心，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。我当时躺在那儿想，我说幸好老子好笑。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，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？手术做完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，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，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，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。但是医生很专业，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，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。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，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，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。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。我后来想通了，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，太稳定了。你们想一想，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，他会得癌症吗？他不会，他得到尊重，是吧？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，我非常的内耗、非常圆滑的一个人。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。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，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。我做完手术过后，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，真的。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，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，真的。我甚至都在想，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？怪全世界？每个人都动了手的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。要不是他们，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？真的，我发疯了，乱怪，我不管了哈。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。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？节目一播出，我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，反正不是我妈妈啊。给我发消息，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？你录的什么烂节目？我要去起诉爱奇艺。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，真的。我那天一落地，我心情很复杂，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，补个全妆，嬉皮笑脸的，我着急去见周星驰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，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。就是第2天，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，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，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，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，好东西。我都在想，我说爱奇艺，你没有周星驰，你早就完了，你都被讹上了。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，我就起诉谁哈！真的，我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，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，真的。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，跟我说签了合同的，发过来我一看2版，1版没盖章，1版没签字，双管齐下，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，妈呀，居然做了2手准备。我当时发给律师看，律师不是号哈，我当时发给律师看，律师说妈呀，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。我真的在想，我说我能有今天，全靠工作、家庭这些人背刺我，真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，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？给我一颗瘤子。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，就是一刀开下去，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，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，朋友们。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“我死过，你死过吗？”哎呀，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，谁来都不好使了，你知道吧？随便，什么东西都随便，还比赛呢，这个得冠军，那个得冠军，老子得癌症了啊！朋友们，我建议你们每一个人啊，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，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，
真的太爽了，所有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，真的。我楼上有个邻居，天天大清早装修，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，我说我得癌症了。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，我直接给他回，我说不好意思啊，我得癌症了。我想着早点做手术，跟那个护士商量，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，我得癌症了。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。我去剪头发，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，我说我得癌症了。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。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，你知道吧？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，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长——短发。我真的回想起以前，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。你们见过蚌吗，朋友们？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蚌，什么脏东西、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。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蚌，因为蚌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，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。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蚌，我们都去做花甲，就是什么脏东西、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，脏东西一来你就呸，你就给我吐，你知道吧？当花甲多好啊！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。花甲之年啊，真的，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，真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。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，你们都给老子滚吧！你们这些沙子，大沙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广瑞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鸭蓉。对，我是一个还在上班的脱口秀演员，我现在已经工作快10年了。对，然后我最近就悟到了一点啊，我就发现就是如果你在刚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不会的啊，你千万不要过度焦虑，因为当你工作10年之后，你就发现有些事情啊还是不会。我到现在都不会应酬。我们领导还很疑惑，他说：“你们脱口秀演员不是都很爱喝酒吗？怎么不会应酬？”我说：“我们脱口秀演员语言表达也很精准的，说了爱喝酒，没说爱陪酒。”然后大家如果以前听过我的段子，应该也听得出来，我这个人蛮有主见的啊，所以我吃饭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啊。我们领导也不说看着点啊，每次就是他提一杯的时候，我都在啃羊排。我也非常不擅长敬酒，就是我找不到敬酒那个 timing，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每次我正打算站起来的时候，就有人他已经站起来了。而且你一旦错过第1个 timing， 第2个 timing 就更难把握了，因为变量更多了。你要在领导休息好之后，以及第2个人准备好之前，大概就那么几秒钟，稍纵即逝。我每次都纵掉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我们脱口秀经典赛制。我说，要不然想敬酒的人都站起来吧，让领导反选，对吧？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，其他人好像都能敬上酒，只有我老是慢半拍啊。所以我真的怀疑过，我说会不会这个房间里它其实是有一个 BGM 的，只是我听不到。但是我很擅长推理，我根据他们敬酒的这个流程和节奏，我反推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 BGM 应该是这样子的：1打打2打打，站起来去敬酒，举起杯一大口，拍马屁往回走。但是我就是卡不上这个节奏啊，而且只有我卡不上这个节奏啊，就每次去应酬特别像一个篝火晚会啊，所有人在那边举着酒杯载歌载舞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篝火旁边跳竹竿舞，被夹脚。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敬酒啊？有的人说是因为酒很珍贵，所以要通过敬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。我觉得应该是骗人的。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酒很珍贵的话啊，那就让客人1个人喝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我们请客的就不要喝酒了，我们就负责站那边说没事没事，我不喝我不喝，不爱喝不爱喝不爱喝，没关系，你多喝点多喝点没关系，我刚在厨房喝过了。而且不是说喝了就行，得喝很多，最好是喝到吐才能表示充分的尊重。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酒珍贵表示尊重啊，完全就是以伤害自己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。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，我现在看别人敬酒，我都觉得很荒谬，因为在我眼里那个画面就是我扇自己一巴掌，你扇自己一巴掌，咱们就有朋友了。而且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扇巴掌跟敬酒确实很像的。你想，都上脸，量大了都头晕。最关键的是，数学上其实已经论证过这个扇巴掌跟喝酒之间的关联性的，扇扇得酒。
我虽然不是很会应酬，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，只有一次非常尴尬，就去吃饭，那家店的服务员不知道是出于刻板印象还是保护女性之类的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女士，请问你喝红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喝。”我的意思是我不爱喝红酒，干脆喝白的。他就以为我不喝酒，直接给我上了一杯西瓜汁。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：“这不是也是红的吗？”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要酒了，这个时候要酒显得你这个人太爱喝酒了啊，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这个酒桌上开始喝西瓜汁。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寸，敬上酒了，我怀疑其他人在搞我，然后我就去拿西瓜汁敬领导啊，领导人还蛮好的，把酒喝了啊，我开始喝西瓜汁。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？啊，感觉就是领导啪扇了自己巴掌，我说领导看看我的美甲。那次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我第一次见那个领导，我想说他肯定对我印象不好，以后会卡我项目之类的。但是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职场的荒谬以及复杂程度啊！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我在结束的时候，我听到那个领导对旁边的人问了一句：“他说这个人，他爸谁呀？”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。去年我是在节目上讲了一个不想穿胸罩的段子。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都有一个疑问。没穿。大家也不用盯着看啊。请大家关注我的作品。去年节目播完，有很多演员都收到了差评，我没有，我收到的都是骚扰。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，你确实不用穿，因为你太小了。我说来看看你有多大。我点开他头像一看，他胸比我都大。我觉得他才应该穿胸罩。我觉得那些内衣厂商就应该专门出一些给这种男人穿的胸罩，就叫贝克汉姆的秘密。那功能都不是为了聚拢显大，就是为了摊平显小。广告我都想好了，就你还在为胸大感到自卑吗？还有人说你胸大无脑吗？穿上贝克汉姆的秘密。让你大胸秒变飞机场，抬头挺胸做男人，做男人挺好。今年又来上海录节目了。我前2天路过安福路，我看到了很多摄影的老法师。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法师吗？就老法师就是很多老头退休以后，终于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，美女。你感觉这爱好他也不是找到了，他就是坚持住了。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法师，他直接对这个穿短裤女生腿这样拍张照片，他就跑了。我说这不是偷拍吗？这是老法师吗？这不是老违法师吗？我就追过去了，我说你刚才拍的是啥？他说我就拍了个半身照。我说你管那个叫半身照啊？那你身份证上是你下半身呐？对，来，我看看你的1寸免冠下半身照。他说这也不能怪我呀，那么但是这女生她穿长裤啥事儿没有。我说怎么偷拍还怪短裤呢？啊，是短裤在偷拍吗？他一个裤衩拍呀。我发现每次有女生被偷拍被骚扰，总会有人说穿长裤啥事儿没有。怎么有长裤女生就安全了？那这样的话，女生宿舍门口也不需要保安了，你挂条长裤呗。秋天挂秋裤，冬天挂棉裤，健身房挂瑜伽裤，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。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？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。穿长裤啥事儿没有？经常右脑就穿6条长裤。穿长裤，他好我也好。我是渣渣辉，是兄弟就穿1条长裤。当时他还狡辩，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。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，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吗？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。
对吧？你穿个瑜伽裤，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；你穿个长袖，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，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。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？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？那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还能吃猪脚饭吗？哎呀，这个狱卒啊！去买鸡蛋灌饼，老板不要火腿，会激起我的欲望。就对他来说，烤鸭店那就是夜店。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，妈呀，钢管舞！我觉得这些老法师，你们要非要拍的话，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，对吧？你们可以互相拍，对吧？老韩腿也是腿嘛。你们要是拍不好，我可以帮你们，对吧？回头我也建个账号，就叫街拍大爷。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，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，就叫大爷上班路透。4K 无水印高清大爷。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，我还会去现场讲解。我说大家好，我叫小海 ，A.K.A 安福路站姐。大家来看这张照片，大爷长得多好看啊！看这脸包头，这高谢顶，看这张大爷身材多曼妙，看这核桃臀，这老蛮腰啊！要是有人问说你这样会不会侵权了呀？他们都穿长裤了，啥事儿没有。这个摄影展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就用我的名字命名，就叫《老人与海》。很简单，谢谢大家，小海。大家好，我叫多多，非常开心见到大家。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，我叫多多，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。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。我同学问我哪里人，我说我是四川的。他说四川好呀，四川好。哎，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，去四川养老。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？他不说，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。我也很难回答。我说：“哎呦，上海好啊，上海好。哎，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去上海等死。”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，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。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，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，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！我喜欢不思进取、自暴自弃，很羞耻，很难说出口。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，玩手机啊！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！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。我喜欢潜水、爬山、野外露营，不太理解。又是野外，又是下水，又是上山，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。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，从海洋到陆地，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。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！你让老祖先怎么想？老祖先一看，我去，怎么还在爬山？咱没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！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。你给他一个手机玩，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。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，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。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。爬山我觉得累，潜水我觉得贵啊。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，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我缺的是勇敢吗？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。我妈跟我说：“你再玩手机，眼睛就瞎了。”我还玩，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！我也可以去潜水，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，结束之后跟他说：“哎，我没钱。”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，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。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。你别说享受世界了，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。我都不理解，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？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，哎，
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。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，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，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，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，那咋了啊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，你受点伤害怎么了？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！你像潜水，万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，那不完了吗？啊，还得再买一个。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，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，玩安卓手机更底端。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。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，你说你喜欢喝酒，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。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，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，他说 low，从来不喝，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，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？我问他高级在哪里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。我不知道他拽什么，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。哎呀，很多人喜欢喝酒，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，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。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。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，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，手机都漏电。我觉得很奇怪啊，明明大家都在玩手机，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。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、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。都说喜欢看电影、听音乐、拍 vlog，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？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？啊，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。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，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，你真的不知道说啥，你都低头玩手机。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，我要攀岩啊。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！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？啊，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，防止你们偷偷玩手机，偷偷玩手机。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，我根本不懂攀岩，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。他说攀岩不一样，攀岩有不同的线路、不同的难度。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？他说跳下来。我说跳下来，然后呢？他说再爬上去。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？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，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。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？他说你相信我。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。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，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。我征服感，我为了来攀岩，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，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，换成了3次，有不同的线路，不同的难度啊。我征服谁了啊？我征服了。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！结束之后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。我为了缓过来，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。我今天已经讲了5、6分钟了啊！我想去玩手机了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建奇啊 ，Hello。哎。我最近的思绪总是非常的纷飞，我怀疑自己是 ADHD， 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，窗口让我报手机号，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，对吧？有191、862、18DD7这种335报法，也有191、8621、
8DD7这种344爆发。我一直想试试29爆发，19、1862、18DD7。其实还有19、18、62、18DD7，我管它叫双色球爆发。在号码里面有321的人，报出来会不会变数？191、3、2、1、189。大夫问我是不是容易分心，别人说话无聊了就会走神儿，所以走在盲道上算不算是一种阅读呢？因为盲道它是一种语言，长条代表着行，圆点代表着停，所以盲人可以同时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。盲道是大盲文，乐高是小盲道，盲文是凸的，碑文是凹的，所以点了豆的去某多算是一种盲文。扎了眼的苏打饼干算是一种碑文。大夫说你应该是 ADHD。你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？我说我从小就会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。小时候我妈送我学架子鼓，我就总觉得我将来的职业是剁饺子馅儿。这就是我理解的 rock and roll。我长大也没好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敷黑色面膜的时候，我非常纳闷，就是你从露出的部位来看哈，为什么没有人敷面膜抢银行呢？给你10分钟，必须把钱交出来啊！到点我该摘了。我最近的思绪就更是混乱。我最近觉得孙涛是一只鸟，因为我觉得鸟一辈子它只重复同一种叫声，而一个喜剧演员最大的困惑就是你的梗越火，你越重复，你越像一只鸟。这样提起小品演员孙涛，我们只能想起他的那句“我骄傲”。就算他不想提，我们也会替他提。我骄傲重复了他的一生。当他在春晚上说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变成了一只鸟。说到春晚，小彩旗春晚彩排嘛，你又提小彩旗了。大夫说你能看我一眼吗？你平时社交怎么样？我说我社交完全没问题，但其实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好意思说走，每次到最后我就只能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搬家的时候也会放上爵士乐，和每一件家具跳最后一支舞，嘟嘟嘟。所以我社交完全没问题。我跟大夫谈话的时候，我的椅子一直在嘎吱嘎吱响，他的也嘎吱嘎吱响，所以这是一个嘎吱窝。我不能再走神了，我一定要专注，我感觉耽误大夫太多时间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诊室好热，我抽出了一张纸巾准备擦汗，我发现纸上有一朵花。所以就是这种纸上印花的厂商算不算是一种出版社？我展开纸的时候闻到一股果香。其实我觉得管无花果叫无花果非常没有礼貌。没有你就别说了。你会管太监叫无？而且人类给植物起的名字也太区别对待哦，这是一盆无花果，而这
是一盆君子兰。他凭啥是君子啊？你给他浇水，他谢谢你。你一浇，他叶儿一弯，小生有礼了。墙上的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的事？就是你家里有老式钟表的同时，晚上你再看恐怖电影，贞子爬出电视机的那一瞬间，正好到了12点，于是贞子一撩头发，啊，布谷。无花果有花，只不过它的花长在了果里，我们人类看不见而已。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们emoji表情里面的螃蟹、龙虾都给它们分在了动物栏，但它们却是红的。那是 emoji 吗？那是欧一西。那是饭。那是饭 emoji 了，下来咪西吧。比奇堡没有一个人觉得蟹老板很香吗？就。我喜欢猫头鹰的名字，因为它是猫头鹰，它不是鹰尾猫。我喜欢小猫，我支持猫本位。我很讨厌猫头鹰的外国名字 ，OWL， 嗷，猫头鹰叫嗷，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我就感觉是两个动物学家在森林里，一个冥思苦想，哎呀，发现了一个新物种，起个什么名字呢？然后另外一个心不在焉 ，Billy Jean my love。不用那么长吧，嗷就行了。你让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，对吧？第一次跟狮子见面，你好，我叫赖，你叫什么？嗷。狮子说，我叫也是嗷啊。我天天在电影片头，嗷，嗷，我干啥呢？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。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，对吧？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？我骄傲。所以孙涛真的是一只鸟。就这样，我被确诊了。嘟嘟嘟，讲完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水，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，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，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，还有华人嘛，华人嘛，对。这自己人，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，啊，但是追的不勤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滞后。咱这边的很多梗啊、流行语啊，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。但是我们也很爱看，很爱看，因为质量都很好，很精彩。怎么说呢？奥利给啊，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。啊，包括单口喜剧综艺，我看的比较晚。这么说吧，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，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。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，或者说国外乱了。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，工作方面啊，在海外被裁员了。
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。我那天正常下班呢，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，我说那我就先走呗。啊，果然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，开头第一句 "It is a hard decision"。我这一看呀，是来硬的了。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？当天就被裁了，当天被裁的。跟大家说一下啥公司吧，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，global company， 哪有那么 global 啊？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，啊，贴一堆外国人，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，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？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。We are future maker. We are problem solver.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's only one computer. There's only one.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？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，挺累的，就是要接触各种 HR，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。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，我心里就俩字儿：忽悠，接着忽悠。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，啥公司我也不说了，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，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，非常感觉在跳动啊。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，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。我说，请问是什么 culture？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，啊 ，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。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？Humble people。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？要人谦虚，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玩命谦虚，对吧？老板问阿水，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？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？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，编程不会，英语不会。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？我说我可以学，但学不会。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，大家都是工作。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，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，啊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。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段 journey，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， 还是一段 yeah。你说这跟 HR 聊天，你能没有格局吗？是吧？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's your 5-year plan？ 你的5年计划是啥？我回家心想，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。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，挺累的。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，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，能拿捏一切住场面，就是自信，对吧？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，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？我爸拿起酒杯来，行。这老妹儿，你把酒杯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酒杯里呢有酒，我喝了，你随意啊。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，咱哪天咱能安排啊？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，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。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，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，谁还敢小瞧我？那 HR 拿起简历来 ，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我说切。那 HR 老妹儿，你把我简历拿起来，拿起来。
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，我写了，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？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好使，咱哪天咱安排是吧？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，好使 ，I'm a problem solver。哪天安排 ，I'm a future maker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大家好，我是西七。实不相瞒，实不相瞒，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自己当明星了，但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明星，因为大众对明星有很高的期待，期待他们有高尚的品格、完美的外表，而我没有高尚的品格。确实，现在比以前更红一点了，应该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感，但也是因为比以前有钱了一点儿，这个道德感呐，有一些滑坡，可以说是穷人还没乍富，小人已经得志了。今天小人主要是给各位禀报一个吵架的故事啊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跟谢谢、月明3个人去游乐园里面做，这个是开野号的吗？这个是，快给那个小人。OK， 去年年底，我跟谢谢和月明3个人一起去游乐园里面坐过山车。我们当时下定决心买了快速通道，因为想坐第一排。检票的人跟我们说前面没有人，我们上去就是第一排。结果我们上去之后，发现已经有一对情侣坐在第一排了。我说，哎，上去我说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那我怎么办？我后来回想起这2句呀，我好像去抓奸。那对情侣就说，他们2个人是上一波没有坐上车的乘客，因为上一波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的父母一起来的，那个小女孩呢身高不够，她的父母就自己去坐了，然后他们俩就自愿留下来照顾这个小女孩。我根本不相信，你们相信吗？哎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和这么爱负责任的情侣？真的，如果有人跟我说，我要自己去玩了，你照顾一下我的女儿吧，我只会说要照顾多久啊？要到她上大学吗？我当时非常笃定，他们2个人就是上一波做完之后没有从离开的通道走，直接过来重新做的。我之所以会这么想，因为我每次都想这么干。我当时就问他们，我说那小女孩在哪儿？没看见啊。他们说被她的父母接走了呀。我说哇，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我当时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明明是钻空子，竟然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高尚的借口。我就说不可能，你们就是骗人。他们竟然说你先不要着急。我说어머，他也会演好人了吧？什么都要站着呀，高尚你要站着，大度你要站着，第一排你倒是坐下啦。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。好吧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吵，因为后来那个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啊，把我们团团围住，开始看热闹。他们2个人声音就越来越小，因为人都要脸嘛。我也想要，但我有职业病，观众越多我越兴奋呐。但我同时又感到很心慌，因为我也不是这么经常的没有素质。当时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，我看见那帮围观群众，我的心急，我怎么光看呢？来劝劝我呀！没有人理我，我只能跟谢谢使眼色。谢谢很聪明，不愧是北大的，马上就要 get 了。谢谢说：“那叫工作人员过来评评理吧。”我说不用啊，你也可以评啊。你是一个大人了，谢谢。我后来看着工作人员朝我们这边走过来，他说：“哦，是我让这对情侣在这里等的。”我当时完全不相信，
自己听到了什么。我说你们有被一句话改变过整个人生吗？然后那对情侣这个时候掏出了手机说：“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跟那个小女孩的合照。”我说你有证据，现在才拿出来。现在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我要怎么收场啊？我说啊，原来是误会呀，搞错了啊，没事，大家都系好安全带吧，我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那对情侣还说，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的，他就是要逼死我。我当时根本不敢看那个小女孩的照片，那个小女孩越可爱，我这个小女孩就越丑陋啊。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抱歉，但我的气又下不来，所以我对那对情侣说对不起。他们俩马上就原谅了我，像是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。他俩说没关系，人就是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。我从来没有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瞬间输得这么的彻底，家吵输了，素质也没了，人品更是不能细品。我当时感觉我每个方面都矮他俩一头，我感觉我的身高也不够了，我爸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我回家之后真的自责了好几天。我在这里也想给那对情侣认真的道个歉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无端的承受了这么多。如果我当时就这么认真道歉的话，他们会把第一排让给我的吧？他俩素质那么高。但是诚实的讲啊，除了自责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害怕有人拍视频，我怕网友骂我。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不会的，就算他们认出来你是七七，也只会觉得说，像他会干的事情。其实这个事儿，如果我不讲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确实没被认出来。我讲这个事儿呢，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，比有钱人更受尊重的是道德高尚的人，但比道德高尚更受尊重的是诚恳诚实又知错能改的人。我确实做的不对，但是没有想到吧，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，讲述我的反思，成功实现了道德领域的弯道超车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是七七。谢谢大家，小人告辞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我这回不比赛。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。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，我到不了这个赛段。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没参加比赛，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，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对。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。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，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，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，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。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，我参加过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。就我跟你们说，我媳妇儿啊，真的没看过脱口秀。她看第一期的时候，她嘎嘎的乐，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，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，你瘆得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家里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。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，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。你们节目也看了，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，我太太有一点激动看这个节目。
就真的给我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，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，她现在有点激动，有点不舒服。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，护士说因为什么？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。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，你直接给房主任打。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，缓过来以后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，她说：“阎鹤祥，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，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？”我说我也是喜剧，我是相声演员。她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，你怎么进的前10？然后我就瞬间觉得，就我刚一当爹，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，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，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，我得演一场，我得证明一下，啊。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，我跟导演组说，我先找房主任。然后导演说为啥？我说我挂他号了。然后我见着房主任，我说房主任，我说你那个第1期节目我看了，非常不错。但是啊，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，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。但是你记住，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，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，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，防不胜防嘛，是吧？然后房主任说：“严老师，您爹味儿又回来了。”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，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，但是我必须得回去，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的。但是你们就真的不知道这1年，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，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。我说好，可以。我说给我一个手麦，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。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，他说于谦还得用呢。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原来是耍狮子的，现在是我的脱口秀。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，我1个人5分钟，就降本增效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，杨鹤祥来说脱口秀，就说你的对指点，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，你要说的不好，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。然后我离开封箱以后，我又去了好多卫视，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，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。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？然后我去春晚，我演了个 sketch。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，我叫3姓家奴。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，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。但是我这1年，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2个行业。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我说：“第一，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。我说第二，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。我说第三，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。我说第四，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，只要你有作品，你也是流量。但没有什么反应，然后我又咔咔咔，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。我说我跟你们说啊，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，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，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。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。我说那个是圣斗士。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。我那个是葫芦娃呀。
依然很纠结，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，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，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，就直到有一天，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，这就是我。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，我被他们非法引进，恶意放生，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。然后后来想，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？我又看了好多，我看了小龙虾、罗非鱼，我还看了牛蛙，我确实都很肥美，这就是。但后来觉得我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，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。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。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，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。就像你们现在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。但其实都不重要，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，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导演组太坏了，我在后面听啊，付航生育能力强，怎么安排的？所有人都说我是猴。其实挺酷的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，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。我坐动车过来，有一个观众认识我，看着我，哎呀，好，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，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。我坐那儿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，拿一根香蕉，真的，他就这样剥完了吃。我说不吃，他说你飘了。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？我不爱吃香蕉，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，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。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。也正因此，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，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。rapper 大家喜欢，我看见我姥姥，我说姥姥好。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，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， 他说 damn bro， 我说啊，他说 damn bro damn， 我说等会儿，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？我不理解，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，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，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，我表弟哎。Get it, g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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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。表哥 ，You feel me？ 我 feel 你个屁呀 ！feel， 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？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， 他先 feel 你。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，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。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。我说 No，If I talk like 你。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，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，我要当 rapper。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，是什么？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。我没跟任何人说，我就买了一张票，看了一场演出，我挤到最前面，为了合群。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，哟，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， 哎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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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我就在那儿啊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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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我说买票了，
别打了。他说 peace。啊，然后他就开始炫富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，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。私人飞机他这么开，翻崩了都翻了，我翻过。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，底下观众花不完，花不完，只有我一个人，给我点，给我点。凭什么？他开豪车，我看演出，我也是大专呀，我也是大专呀。他在台上他说我开法拉利，我说我也要。他说我穿进口上衣，我说我也要。他说我吃进口水果，我说不要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最恨香蕉，不要再给我香蕉。当时，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，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，real， 就是真实、狠，带点文艺。上台第一句话就是“呀，我死了”。不是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？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 ：“dance dance dance，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。”又给了我生命。我说又活了，这个 respect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，先开始骂同行。你知道骂同行，我很乐意听，他不带任何指代啊。他后来骂了，开始骂观众。我就站在那儿，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。我说这里有我吗？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。我说有我。我太生气了。我说你也太狠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呀？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，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，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。一上综艺节目，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，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。当时我就发现，风格太难找了，我还是先学动作吧。动作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上网看有详细的教学。第一个。大家学啊！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，而且嘴得是就，那个就这样。别人不看你就搓，别人一看你，快搓。第二个动作是发钱，第三个动作是挡脸。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，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我一搓，我发现。我不干净，我搓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，而且呢，我一这么搓，我就想这么搓。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，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。观众说：“谁的泥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。”朋友们，这不是我的泥，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后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咸鱼啊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咸鱼。我跟大家今天讲这个亲密关系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出来，我是一个恋爱达人。没人相信啊！我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筷子的恋爱达人。我8年没谈恋爱了。我是舔狗高手。我人生中第一次确切的知道我在当舔狗，是我女神已经被我舔得烦得不行了，打电话通知我的。我打电话说：“咸鱼，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呢，简单劝你2句，你及时止损吧，你别舔了。”
哎呦，朋友们，你们被自己喜欢的人劝过别舔了吗？我感觉啊，我舔出了他的良知，是吧？感谢，而且我没觉得我在当舔狗，我以为我们在搞暧昧呢，难受坏了。我拿起电话我就质问他了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暧昧6个月半年了，你养鱼，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养鱼？他说这个你放心啊，没人会养胖头鱼的，挺难受的，你知道。他们锻炼，我后来有段时间就在那个网上学那个恋爱技巧，然后我前2天就刷到一条，他讲了一个技巧叫忽近忽远。他说你在追女生的时候呢，你不能一味的追求，你要学会对这个女生忽近忽远，然后呢，她就会在困惑中爱上，你知道吧？就有一个小帅哥就开始对视频的那个小姐姐就开始忽近忽远，那个小姐姐演的也好，真的就开始困惑。他就说啊，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哎呀，不对，他好像也不喜欢我。哎，他好像还是喜欢，不会是我喜欢他吧？成了，他们俩就成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看完啊，迫不及待我就试了。我试完就知道了，就忽近忽远这个方法，只有帅哥用才管用。我用根本就没用，我用完，女生倒是也困惑。我还在那忽近忽远呢，我用女生说啊，他喜欢我，哎，不喜欢我。而我是个恋爱脑，我是恋爱脑，你知道，我喜欢上一个人之后，我会开始变得只期待收到他给我发的消息。那个手机一亮，写着微信3条消息，你还没看，你就开始幻想。你说3条消息，整整3条消息，想必是你好，咸鱼，我爱你，完美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真的，我们恋爱脑就是会脑补这种自己期待的消息，而且我不光只期待收到他给我发的消息，我还会忍不住一个劲儿的想给他发消息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发4、5次消息，他5、6个小时不搭理我，我还想给他发消息。那次就让我朋友看见了，他说劝我了，说咸鱼你别发了，你发太多消息了，你这样，你忍一忍，你分散注意力，你做点你喜欢的事儿。我喜欢给他发消息，这就是我的爱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而且我谈恋爱一直特别困惑一个问题，你知道，有时候我想从那个暧昧期跟人家正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想拉人家的手来打破暧昧到恋人之间的关系，但拉手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合适，因为拉手这件事太看重时机了。你拉手拉早了，女生回家发个小红书，谁懂啊，姐妹们？约会碰到下头男了，对吧？是吧？就是这样的。你要是拉手拉早了就下头男，你要拉手拉晚了呢？说实话，拉手拉晚了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很奇怪，每次都拉早，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。我后来总结了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就很重要的点就我看不出来别人喜不喜欢我，你知道我就会觉着别人喜欢我，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想，我觉得咱们人类是时候再一次进化了，咱们都应该进化的跟那个孔雀一样，都会开屏，而且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不受你大脑控制的本能的，只要你见到了喜欢的人，你就开屏。啊，这样太好了，这样以后谁喜欢谁，谁不喜欢谁，一目了然，所有人都不用再猜了。但是唯独有一点，我们得跟孔雀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孔雀这个种群啊是雄性开屏，咱们可不能只有男的开屏啊，咱们必须男女都可以开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朋友们，你想，如果只有男的会开屏，你就上街看吧，没有一个男的那个屏是关着的。哎，你好，你结婚吗？哎，你好，你结婚吗？啊，知道吧？那没有任何意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和我们单位一个女同事一起出差，就我们2个一起出差之前啊，我跟她已经暧昧2周左右了，在我看来啊，哎，反正我当时真觉得挺暧昧的，我当时甚至在出发之前就在想，我觉得这样出差之旅应该就是我们2个的爱情之旅吧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同事出去，夫妻回来，到了那个出差的高铁上，他又睡着了。他睡着之后，那个头一点一点的，哎，我就觉得他要靠我的肩膀，又不靠我的肩膀，你知道，我当时就看明白了，这不忽近忽远吗？他开屏了，他是大开特开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正准备鼓起勇气下了高铁就跟他表白的时候，他惊醒了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咸鱼，
吓死我了！你知道我刚才做噩梦，我梦见咱们俩在一起了。哇，你知道他当时说他做噩梦，我当时就觉得，哇，这女生真好，情商好高啊！她用一句噩梦点醒了我的美梦。我们两个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你知道，很普通的朋友，你知道，反正有微信啊，我也不太确定。我就讲到这吧，谢谢你们，我是咸鱼。谢谢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新演员，我叫海宇，谢谢大家 ，Hello， 名字叫海宇，是一个藏族。我觉得很多人对藏族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印象。之前打车碰到一个司机，一上车就问我：“小伙子，老家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。”他没听过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一个地方还是？”我说：“一个地方。”他对我很好奇，开始观察我，透过后视镜，我能感觉到他想夸我的家乡很漂亮，但他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藏族，所以他观察过后是这么夸的：“你们那边有蓝天哦。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他，我感觉不管怎么回答，我们两个都像一个弱智。是吧？我总不可能把头伸出去，我说：“哎呦，咱们这边没有啊。”来了，发现咱们这边真没有。他对我的好奇开始增加，刻板印象开始叠加。他说的话我已经听不懂了。少数民族小伙子，有点意思。蓝天，来一段。蓝蓝的天空。我才反应过来，他想让我唱这首歌。朋友们，我是会唱，但我不会唱，因为腾格尔是蒙古族。他再这么回头下去，我们真去天堂了。好不容易到那个目的地，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少数民族小伙子一路上不说话，一点不大大方方的呢？”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对少数民族，尤其是藏族的刻板印象就一定要热情大方。不是的，是吧？我们那边也有我这种 INFP 藏族。草原上除了牛和马，也有小蝴蝶。我就是那种不敢跟人发生冲突，害怕打架吵架，会把委屈吞在自己心里的那种讨好型藏族。最怕的就是他这种索取型汉族。我感觉我只要给他报了我的民族身份，我的笑容就得挂在脸上，印在脸上。包里面装满了牛肉干，脖子上挂60条哈达。一上车他说：“先生，手机尾号。”说：“不要管那么多，扎西德嘞。”讨好型藏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。我之前演出结束，我想去吃水果，买一盒阳光玫瑰，这么小一盒，120块，太贵了。我打开那个包装袋一看，它都被拆封过了。我心想，你二手玫瑰是卖的贵啊。但我真的没有勇气说出那一句“我不要”，不敢说。我脑子里面全是我身边那些 ENFP 藏族朋友，自带高原气势。为自己发声，我想学他们，我也气沉丹田，努力练习。我说：“老板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么小一盒卖这么贵，为什么？说！”我觉得我太帅了。老板看着我，我们这儿就卖120。我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，老板，对不起。”真的怂了。我小蝴蝶振翅就只能振1个回合。我回酒店吃那个阳光玫瑰，哎呦，越吃越委屈。越吃越委屈，但眼泪还没掉下来，阳光玫瑰就吃完了。我好想变得爽快一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了我酒店桌上的维他柠檬茶，真茶真柠，够真够爽，要做就做最爽快的自己。INFP 喝完直接变 IMSK， 我是爽快的蝴蝶。
我也知道这个广告出现的有点突然，但我要挣钱买阳光玫瑰。刚刚花了120块钱，不想当老好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发誓我要改变我的性格。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我要当超雄。我想自信一点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群体是过于自信的，对吧？能不能把他们的自信分我一点儿？比如说唱歌手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提需求的群体了。我看过他们的演出吗？一上台就开始提需求了。Put your hands up. Give me some noise.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 please 都不说的。我很羡慕他们，因为他们会非常在演出结束非常张扬地问出一句：“我是谁？”太帅了！我看他们的演出，我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都忍不住喊了几句。我觉得藏族很适合当 rapper， 真的。因为我们那边的高原文化和说唱文化就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，比如说我们那边也有很多 beef，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。我们还有 beef 干、beef 面，还有大家最出名的毛 beef。但你们从来不听藏族 rapper， 你们只会去听维族 rapper， 对吧？那些新疆 rapper 名字寓意好，又酷又帅，爱热，纳吾克热，一听就烫。你很难出去跟别人说，我反正喜欢尼玛。我喜欢。我有个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扎西尼玛。一听就超雄，他的性格他都不属于那种快乐小狗，他属于那种快乐藏獒。谁需要他的名字，他咬谁。但这篇内容一定要提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名字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被污名化了。给大家介绍，尼玛在藏语里面它其实是太阳的意思，所以这篇内容提到他的名字，热度肯定不会低的。我想学他，我也想咬人。我回到那个水果店，我反思自己，我就是信息给太多了。rapper 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他给我报价120，我脑子里面在想啊，120啊，这也太贵了，我要不要说120好贵？说了他会不会笑我啊？我要不要说？要不要说？哎呀，好害怕，好担心。rapper 过去直接单。或者我在想，人跟人对峙的时候，如果我害怕发生冲突，我能不能说他听不懂的语言？如果我可以说我的家乡话，我在那个水果店老板，我会非常的自信，我会非常张扬的看着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俺国可是这样的人啊，俺国可是那个人。”我没有唱歌啊，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指119能不能卖？我知道几分钟的脱口秀很难真正改变我的性格，但我已经在练习提出需求了。这个节目录到第3轮了，我提出的第一个需求就是，我真的希望这篇内容讲完之后，以后演出可以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我是海宇，谢谢。